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在日本租房子需要注意的一些因素。前面我们虽然稍微提了一下租房子需要注意哪些，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一期我们来详细说明一下需要注意哪些事情。首先是租房费用，在租房子的费用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构成：房租、礼金和押金，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但是在那个退房子的时候，还需要付清扫费和赔偿费。清扫费指的是你在房子虽然你已经清扫过一遍了，但是你在退房子的时候，他们还会请专业的人员来进行再一次清扫，这个属于清扫费用。然后赔偿费用指的是非人为损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墙壁的破坏呀、门的损坏呀，还有一些水龙头的损坏或者是电器的损坏，这些这个需要赔偿，这是属于赔偿费。清扫费在有些地方是可以免的，但赔偿费是免不了的。赔偿费的高低看中介如何定价。清扫费的话，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清扫费很便宜，也就是2万日元。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因为收的房租比较高了，所以说它的清扫费会免掉。所以具体的话要看你的中介对这个房子是如何要求的。关于租房子费用的一些因素呢，主要有很多，其中第一种比较重要的就是租房子的中介，也就是不动产。第一个就是房源的问题，很多中介呢，它在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房源，甚至有的中介呢，它只在本地有房源，比如说京都有京都这里的本地中介，但是他们的房源比起那个跨全国的房源来说，可能会比如说更便宜啊，然后更有特点、更有优点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介的费用。中介的费用呢，主要是取决于中介如何跟房东进行沟通，他们会签订一些契约，这些契约会决定了这个就是中介的费用的一些那个涨幅。具体的话，主要是看他们如何进行契约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说，这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货比三家。你只有货比三家呢，你才能知道这家的中介费贵不贵，这家的那个房租贵不贵。影响租房费用的第二个因素，主要是指的是交通。交通呢，在日本一般是公交站或者电车站，又或者地铁站。然后影响你选择公交站或地铁站的因素是指的是学校或者公司等常活动的地点。你去中介的时候，他们一般会问你的学校或者公司的地点在哪里，然后再问你那个你想要的通勤时间是多少，以这两个为关键因素来给你进行推荐。然后问通勤时间的时候，他们又会问你的那个，就是说你从家里面到你最近的车站，从你最近的车站再到学校或者公司这段时间的那个时间划分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想要的是从学校到自己家里面最近的车站，比如中间是1个小时的距离，就是1个小时的车程。然后自己的家里面到学校这个期间，你们都不把它作为那个参考标准的话，那么他就会问你，首先是寻找那个车站，然后再会问你那个从自己家里到车站那个以这个范围来进行寻找。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比较具体的。首先呢，这个是地图，地图上呢，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的学校是在京都，也就是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想要从这个地方以这个为圆心来进行寻找。比如说这个绿色的这个圈是那个通勤时间1个小时以内，然后这个红色的圈是1个半小时以内，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说我们要通勤时间1个小时以内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选择的那些车站的地点的话，就是从这里开始选择。我现在用那个蓝色的笔来进行标，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进行选择，然后这里，然后有一些线路的，比如说从这里下来，这个地方也可以选择，这个地方也可以选择，但是这里是需要转车，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把它排除。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进行选择。就是我们现在就以这3个地点为圆心，然后我们说我们想要那个直接到达，就是不想转车，不想转车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这里了，能直接到达的是这一条，也就是我现在用这个红色的，用黄色的线来标吧，从这里到京都，然后从这里到京都，以这样子的一个来行，也就是说我们这2个地方，然后你看了一下地图说，哎呀，我想要住的亲近一点。亲近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要看这个区是属于什么区。比如像京都的话，
它比较清静的地方，就是像这个周边这些都可以的。然后你就说无所谓了，那你就选择这边。选择这边以后，我们再就是说，他会问你的那个车站的那个范围，就是说你想要你住的地方离这个车站的那个距离是多少？你说，比如说我要半个小时以内吧，然后我就用这个黑色来标吧。比如说，那我们就以这个地点为圆心，然后半个小时以内，比如说走路或者骑车半个小时以内，它就会以这个范围再给你寻找这个你住的地方。这个范围，如果说你看了他给你推荐了以后，他有一些比较适合你的房子，你可以再询问一下，然后再进行选择。你看一下是不是要这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中介，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房源的嘛，它在这个区域，它不止一个中介在这个地方有房源，你最好是能去多问几家。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区域它有哪些中介，那么有个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谷歌地图去，首先找到这个车站，然后在车站这个周围搜索，比如搜索不动产这3个字的关键词，它就会在周围显示这个不动产的这些名称，然后再去找他们的名称去联系他们。因为日本的这个房地产中介是支持远程签约的，所以说你只要联系上他们，他们再给你进行一些推荐。那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网上的方式联系到当地本地的一些中介，比你直接去在东京，然后找到某一个在京都有房源的中介要好得多得多。还有另外一个交通，就是它会影响你选择房子的那个价格的高低。然后我们同样以这幅图为例，我们现在就直接用黑色标记。我们刚刚选择的房子是在这个地方，对吧？然后我们如果想要更便宜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另外就是转车。怎么说呢？如果你选择转车的话它因为不是直达这个京都这个市中心，所以说它相对来说费用会比这个直达的这一班要便宜一点。比如说我选择了这个地方，我假设然后这个地方你需要坐车不停地坐这里，然后在这里有个站，而且这里在进行那个转车，才到京都站的话，那么它这边的费用可能会比这边便宜一点。我说的是可能，因为它呢，这个是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参考因素，这个需要你具体去问的时候，你去多问一下，算是一个有点不重要，但是又有点重要的那么个知识点吧。然后影响那个房子的最重要的因素，第3个因素就是距离那个市中心或者说经济中心的距离。这个的话应该不用我说太多，因为大家都理解。比如说你在东京圈，比如说就以东京为中心，东京圈的这个东京市的东京站为中心，你离东京站越近，那么它的那个价格就越高，租房的价格也好，买房的价格也好，就按照这个来算就可以了。影响房子租房费用的第4个因素是面积。当然这个肯定不用说，面积越大，那么它就代表你的房子越贵，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指的是专有面积以及洋式面积或者合适面积，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我用那个红色的笔来标一下吧，我用2种颜色笔。首先比如说我们说的专有面积指的是什么？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专有面积我们指的是这整个的面积，我们称它为专有面积。然后洋式或者合适的面积，我们指的是这一小块和黑色的这一小块，也是中间的这个洋式或者说呢合适，它会这样子给你标出来。它这一块的面积是指的是那个，就是说除专有面积以外的面积。如果说你想要生活空间大一点，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合适面积比较大，然后专有面积比较小都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2个面积都大，那么就看专有面积大一点，然后再进行选择，这样子可能要方便一些。影响租房因素比较重要的第5个因素是指的年限。年限的话，一般就是说是新老房子的意思。新房子它的配置肯定是更好的，比如说像光纤入户和电子锁。在日本，光纤入户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光纤入户的这种房子，你需要打电话给那个租房公司，租房公司再进行询问那个房东允不允许你自己找人去打孔，把光纤那个穿入家里面，然后在家里面进行一些光纤公示或者说网络公示，
如果不行，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你没有法使用光纤，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且这些房子一般比较老，年限也比较早，就是比如说我以前住的房子吧，已经有将近有40年的年限了，算是很老的一个房子之一。但是我的运气比较好，我的租房公司它允许我自己打个孔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是电子锁，现在日本很多新房子它的配置都是电子锁的，但是有一些同样是新房子，但是它并没有给你配置电子锁，是因为它还有人租着，它不方便去换锁。老房子它的电子锁不好更换，因为老房子的它的门，有些门是很窄的，然后又是铁门，你为了换这个门，就是说为了一个电子锁去换一个门，非常不划算，所以说他们一般都使用以前的老锁。然后影响房子的第六个因素是指的是楼层。楼层的话，大家也应该知道，但是呢，日本的楼层它不像国内的楼层，国内楼层可能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像日本的楼层，你就说不一定越高就越便宜，也可能越高就越贵的。如果说你看的那种房子是一栋有很多层的那种的公寓的话，你一定要问一下其他层那个房间房租又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像这一个，它的2楼只需要3.7万日元，但是它的8楼却需要5万日元一个月。但是呢，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面积的关系，实际上这不仅仅是面积，这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像采光，还有通风，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设施维护费等等，它都是算在这个房租里面的。所以这里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问一下。如果说你住的房子是多层结构的话，影响住房费用的第7个因素是阳台。阳台的话主要有3种，或者说主要情况下的是这3种，其他的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阳台的一些好坏什么的。这里主要讲这个3种，比如说有阳台的比没有阳台的贵，阳台的采光度也会影响房子的价格，然后是面积也会影响房子的费用。然后另外一个关于阳台需要的注意事项是，日本的一些高层公寓的阳台是禁止放一些杂物的，因为它都是留有专门的逃生通道。如果看过日本一些动画的话，就知道日本这个阳台它是每一层都是有个逃生梯的，可以放下来。如果你那个地方把它堵着了，它逃生梯放不下来，就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那个地方是绝对不能放东西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第8个呢，指的是样式。样式呢，就是指的是和室或者洋式。和室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比洋式贵的，因为和室很多东西是比较麻烦的。洋式的话，只需要贴一个地板，或者说搞个木地板就可以了。但是和室呢，它比如说要搞一些什么榻榻米啊，还有乱七八糟一些跟日本一些本土的文化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的话就是要比洋式要贵的，大家要注意一下。还有清洁费用、维修费用肯定也不一样。然后影响住房费用的第10个因素是配置。配置的话呢，我们一般常说的，比如说什么 1DK、2DK 这些，但是呢，这些的话，正确来说并不会影响太多，因为我们情况下的话，在日本大部分都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洗浴独立，就是你洗澡的和浴室啊，有些是要独立的，然后是厨房有独立的，然后电子设备这些，你只要注意到这一些东西就可以了。然后电子设备的话，它又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公司自带的，也就是说这个租房公司他自己出钱去把这电子设备买过来，然后放在这个地方给租户用的，那么这种的房子就相对价格较高，但是它的配套也会更全面。另外一种是上一个租户留给下一个租户，因为他带不走，给他带走也麻烦，处理费用也高，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冰箱或者洗衣机或者微波炉等留给下一个租户用。那么这种设备的话属于免费的，只是给中介提供的一些，就是说增加他们这个房子的吸引的一些要素，它就不会收费，就房租会便宜一点。所以说到时候你们找房子的时候，你们可以这电子设备找一下，通过电子设备的那些比的话，你就可以节约一笔钱了。所以说，大家找房子一定要记住问一下他们会问，如果他们没有问你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记得问，比如说我想要带有洗衣机的一个房子，或者说我想要带有一个冰箱的房子，你就这样问一下他们，他们一般会帮你找的。
影响住房因素第10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人数。一般情况下呢，留学生或者外国务工者都是几个人，所以说他们住的都是单人间。也就是中介的话，如果说他们不说的情况下，以及中介如果说问了你，你也只说一个人的情况下的话，他就是按单人间的房子给你推荐的。也就是说，即便你租的房子再大，他都是按单人的费用来给你算的。然后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你家里面人想过来旅游，你的房子比较大的话，那么短期居住，你说短15天或者半个月或者说1个月以内，你想让你的家里人就住在你居住的地方，然后这样的话是短期内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中介也不会给你管。但是长期，比如说2个月、3个月、1年、2年这种情况下的话，中介就会进行介入，因为他一旦签合同的时候跟他们签订的是你这个房子只供一个人居住，也就是说你长期让多人居住在这个房子属于违约的情况，你可能要付违约金。所以说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搞清楚。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你原本就考虑到这个房子是要给国内或者说自己家里人过来一起居住的，比如说你租房子的时候，你就说你要50平米以上，然后有两个卧室的，然后一个厨房的这种房子，然后他就给你这个进行推荐，推荐以后，但是你当时却忘记说了，说我是准备想让家里面人一起居住的，你忘记跟他说了。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房子的价格是按照你这个整个人的就一个人的价格来算的。那么那个时候的话，你的房子的人数，也就是说你不和他们中介商量的话，也是属于违约。你最好是提前，就是说你的家里面人要下个月过来，你这个月或者说上个月就提早和中介进行沟通交流，跟他们说我的家里面人要过来，我要把我的房子的常住人数改成3个人、4个人这种感觉改一下。然后他们说可以改，那么就改；如果不可以改，他们会给你推荐其他的房子，然后这些房子再选择，再进行搬家，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因为在日本，它的家庭住房或者说多人住房，它提供的设施啊、面积还有配置，它都是和单人的是有些不同的。单人的，比如说像冰箱也好，然后一些空调啊这些，它都是比较小的。如果说你要多个人居住的话，它可能需要的这些设置配件也会更好，然后面积也会更大。像日本的话，它都是有专门面向家庭进行租赁的这种房子的。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想要让家里面人一起过来的话，你一定要分清楚，就是说自己是一个人居住还是2个人居住，或者说3个人居住这种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来进行随时变动或者提早安排好计划，不要到时候变成那种比如说违约啊或者其他一些情况。影响住房费用比较重要的第11个因素是赔偿。赔偿的话就指的是人工赔偿，也就是人为损坏的，比如说像空调，你是被你人为进行砸了一个大坑的，或者电视机，你配的电视机被你砸烂的，这种情况就需要赔偿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不需要赔偿的，比如说墙壁它是发霉，这个发霉是因为它里面漏出来的一些水，而不是你这个人经常去泼水导致它发霉，所以这个是不需要赔偿的。再比如说有一些电器，它的表面实际上是一薄薄的塑料，但是因为年久，时间用的比较久了，然后它属于自然的一些损耗，所以它就也不需要赔偿。还有比如说地面的一些使用痕迹，因为你作为一个地面，再怎么样都是可能会有些凹痕的，只要不是你自己人为拿什么锤子啊，或者是拿什么刀去划那种大口子，那么只要是一些自然损害的，就是自然损耗的这种痕迹的话，它是不需要赔偿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点是给大家一点劝告吧，因为在日本，中国人的就是说印象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很多中国人存在，比如说故意损坏墙壁、故意拖欠房租等直接回国的情况。所以说，当然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去找这个房子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尊重一下给你提供房子的中介也好啊，还有其他的，一定要中介把这个信用一定要至少保持好，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会导致你是中国人啊，我就不租房子给你这种情况。
关于这个其他因素呢，也就第12个的其他因素，这个呢说是会影响，也是会影响，但是呢，并不会那个影响太多，因为它这个并没有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他在租房，就是你在租房子的时候，中介公司不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周围有便利店啊，要不要有超市啊，或者要不要有学校啊，他这个不会问，因为他学校是你自己所在的学校，而并不是他们给你推荐学校，它便利店、超市也是，周围该有就有，不该有就没有这种感觉，它并不会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因素。还有朝向，他们也一般不会问的，因为很少人会问这个朝向问题。但是他们那个内部的一些数据是带的，这点的话，如果说你建议朝向的话，你一定要问一下这个朝向问题，因为日本有一些房子，就比如说以前我住那个房子是冬天是那个背阳，夏天没有是向阳，也就是说夏天的时候热的要死，冬天的时候冷的要死，这种房子是有存在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润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